说到建筑，它还是一种理想与现实妥协下的产物，但偏偏有个人就不是这么做。今天介绍藤本壮介这位特别的建筑师，他突然出现在大众视野上，就是大阪万博上的超巨环形大屋根。其实他在台湾有一个建筑作品南城弄室，把台南穿梭巷弄的经验为灵感，将一栋屋龄超过60年的老建筑设计成迷宫般改造而成的冰淇淋店。楼梯不只是动线，转成让人停顿的风景，把台南特有的巷弄转成一段垂直展开的城市体验。我开始知道藤本壮介是从2011年的台湾塔国际竞图。藤本壮介以打破传统的设计获得首奖，用钢骨构成穿透性空间，在顶层打造出台湾造型的空中步道，形容这是漂浮在空中的台湾花园。当时看到真的是惊呆了，这浮夸的东西真的搞得起来吗？300公尺的钢结构，要能算过防震系数要耗掉多少钢材？当时的造价初估160亿，而且可用空间极少，真的盖出来不会变成国际笑话吗？不过后来争议的确在台中市议会引爆，最终不了了之。藤本壮介这件台湾最早也是唯一赢得首奖的公共建筑设计案，直接被没收。10几年过后，台湾塔至今也停留在规划阶段。不过走过了15年后的今天，再回头看这位梦想家，的确也是完成了很多不可思议、令人惊呼的作品。今天就来窥探一下他建筑生涯的轨迹。他的建筑常以白加绿作为主要元素，跟他的童年有很大的关系。藤本壮介出生在北海道，从有记忆以来就过着经常能看到雪与大片森林绿地，这份对雪景与自然的迷恋，日后成了他建筑语汇里白与森林的源头。有趣的是，藤本壮介搬到东京之后，才真正明白在北海道拥有的是什么，反而让他真正看见故乡的独特性，这也成了他日后不断探讨自然与建筑边界的原点。1994年从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后，跳脱日本建筑圈既有的师承流派，藤本壮介于2000年便创立个人事务所，这点在讲究拜师学艺、讲究协同日本建筑圈颇为特别。他早期最让人惊讶的作品是一个私人住宅 House N， 一栋由3层建缩、层层包覆的房子，就是房屋版的俄罗斯套娃。住在里面的人会产生一种到底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的错觉。这种刻意打破建筑内外边界，让人与环境重新产生连接的手法，几乎成了他的组合技。另外还有 House NA， 藤本壮介在东京近郊为一对年轻夫妇设计的住宅，可以说是模糊内外边界最激进的一次实践。整栋建筑几乎没有石墙，由高低错落的透明玻璃楼板堆叠，住户得像爬树一样，在多个不同高度的平台之间移动。看完的感觉就是好危险，这很难不撞到脚趾或绊倒吧？放在周遭一片混凝土住宅区里，这种高透明度显得格外的突兀刺眼。完全外露的玻璃等于没有隐私。冬天保暖，夏天空调效率要怎么处理？消除墙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解放，但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反而是制造了新的焦虑。大量向外延伸出的白色阳台像枝叶一样层层叠出，把松果的意象直接转化成居住空间，是他在欧洲最具地标性的作品之一。这绝对是一个十足博眼球的网红建筑，视觉震撼100分，但是居住感受就不一定。虽然这些阳台都会经过结构计算，但视觉的感官看起来就很危险。欧扎郎说的凌空煞还是有它的道理。藤本壮介常透过非预设的使用习惯去产生空间，这种形式优先于功能的设计哲学，容易让创作与实际使用失衡。说白了就是房子很好看很有趣，但住起来到底实不实用？好了，就先别操心了，因为接下来也是操心不完。白井屋饭店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。它是由1970年的遗迹楼结合新构的绿塔，外观就像一座长满绿草的小山丘，上面放着一些白色魔法小瓶，内部的设施也是令人惊喜，充满童趣。一座被森林环绕的音乐复合设施，屋顶镂空，
让树木穿过建筑生长，延续让自然与建筑共生的手法。从外部看是和谐的大白云，侧边看像密枝饱满的蜂巢，从内部看又是金黄秋风，前后的落差令人惊艳，实在是太刺激了，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。狮卷市综合文化设施是日本在3.11大地震后重建的指标性公共建筑。这座设施将原本因海啸损毁的市民会馆与文化中心合而为一。纯白村落的简易外观像是一座温暖的小村落，化解了巨型公共建筑的冰冷压迫感。内部所有的功能空间，包括大表演厅、小剧场、展览室，全沿着一条170公尺的线性走廊铺开，如同走在室内的城镇街道。外观类似烟囱构造，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天窗，能将自然光引入室内，营造出明亮开放的空间，凝聚灾后的地方情感。2025年大阪万国，这是他近年最受瞩目，也是最受批评的案子。去年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被选为大阪万博场地的设计总监，主导了史上最大木造圆环建筑。不过，这超大型公共工程也让他卷入了舆论风波。大屋跟建设费高达344亿日元，原本计划万博闭幕后直接拆除，引来浪费的强烈批评。后来才研议保留部分作为纪念设施。另一位日本建筑大师山本理显公开批评万博表面上宣扬永续发展，预算却过度倾斜于大型的标志性展馆，对大量木材的来源与生态影响缺乏交代。身为项目的主导者，藤本壮介在 X 上发文说，施工进展顺利是不够的，他应该召开记者会，提交详实的报告来尽善问责义务。火药味是相当浓，我等凡夫屁民最爱看神仙打架，好刺激啊！面对质疑，藤本直球回应，在 X 上详细说明万博的意义、木构造的选择理由跟成本。即使面对批评，能持续使用 X 向大众解释设计思考。而事后看，环形大屋跟在展期间意外获得不少民众的喜爱，不少人反而在巨大木构空间中感受到一种庄严与温暖。舆论风向从一开始的浪费批评，到后来出现希望保留的声音，算是这场争议一个戏剧性的转折。博多明治公园是今年8月全新开幕的作品，位于博多车站旁，打破传统平面公园限制，设计一条全长200公尺、错落于空中步道与梯田花园。这里四周都是高楼，反而更能融入环境。这是福冈市首例引入民间资金整建的公园案，将商业与公园完美的糅合。原本单纯人流汇集的车站旁广场，升级为让人愿意驻留的都市绿洲。东京火炬塔位于东京车站旁，总高度达390公尺，预计于2028年完工。完工后将超越麻布台之丘，将站上日本第一高楼的宝座。特别邀请藤本壮介操刀顶部外观与标志性的高空空间，它将大楼的量体切开，挖空嵌入一个半露天的空中丘陵广场。这个高空广场拥有高低起伏的绿意坡道与木栈道，风雨阳光能自由穿透。再来这个更绝了，中国深圳前海湾的天空之城，尽管被强烈批评，但它不曾停下脚步哦，继续产出脑洞更大的作品。水之七都都不敢这样画，就目前的效果图来看，结构上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。加上基地位于海上，营造难度相当高。虽然可以用钱砸出来，但中国现在的经济不太乐观。藤本壮介对于21世纪塔的梦想，看起来最后也会像台湾那样如梦幻泡影。藤本壮介就像行走于钢索间，一下天堂一下地狱，搞得浑身毛毛。不过正也因为这样，争议总是让他话题不断，永远都在镜头的最前面。整体来说，对藤本壮介的批评大致集中在概念先行，实用再说，但这并不是质疑他的设计才华本身，这点在建筑界算是相当一致的看法。
世间并不缺乏天马行空的建筑师，但是要让业主买单，真正实践出来的又是另外一件事。这关系到建筑师的信任度与说服力，这些都要靠长时间的努力经营。藤本壮介最可贵的地方就是，即使现年55岁，经历了长年的建筑生涯，但并没有被社会的现实框架捆绑，依然是那个敢做梦的少年。中代美术馆开馆10周年，特别邀请藤本壮介来台办展，这里有更多他的建筑模型与设计手稿，好像来到发明家的实验室，把他的脑中构思一次摊开来给你看。